为了与大陆开战备战，吴钊燮竟然开始向澳大利亚求援，莫里森该怎么回应？他难道不害怕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曾多次被国台办点名的台独分子吴钊燮，10月4号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专访时表示，如果中国大陆武力犯台，台湾将战斗到底。为了表扬澳大利亚，他强调希望与澳军进行防务或情报交流，以便让台湾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备战。吴钊燮表示，美国最近已经看到了中国大陆可能攻台的危险，而台湾如果受到攻击，他们将会战斗到底。当然，这种底气来自哪里？蔡英文当局数次向国际社会表示要以武拒统，一方面是说给美国听的，实际上就是想要美国的驰援承诺；另一方面是说给岛内的这些台独分子听的。按理说，吴钊燮所说的什么抵抗到底的话，实际上就是作死而已。我们只需要批判他个人就行了，但是他为什么这一次只对澳大利亚放话？那么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难道不害怕吗？这件事说明澳大利亚准备武力介入台海已经成为了外界的共识，特别是台湾地区的共识。最近一段时间，澳大利亚的一些官方人士多次表态，企图介入台海局势，同时不排除武力干涉的可能性，甚至由于这些高官的言论，在澳大利亚国内已经形成了某种舆论氛围，起码是中国大陆民众目前所听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声音。我们并没把它当回事儿。澳大利亚的军力和美国没法比，和一些军事强国也没法比，他们只不过是自己哼哼唱唱而已。但是台湾地区当局却信以为真了。那么这件事就证明了澳大利亚的一些错误表态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内政，必然会遭到中国的进一步的反击。莫里森最近和拜登见了个面，开始不断的释放与中国缓和的信号，比如他说欢迎中国与美日印澳4方机制合作，不追求与中国进行新冷战，愿意与中国进行无条件对话等等。说白了，他看到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由特朗普时期的敌对改为了拜登嘴里的合作与竞争，这才赶紧改变态度。何况仅仅靠澳大利亚区的那点兵力和武装力量，要想和中国大陆抗衡，可以说完全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他只能抱紧美国的大腿，现在美国已经抽腿了，澳大利亚怎么办？但是他这些放话已经放出去了，因此引起了台湾地区当局的一些台独分子的希望。那么这个希望能实现吗？此事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澳大利亚的某些言论甚至已经走到了美国的前面，成为了遏制中国崛起的炮灰。过去台独分子的喊话主要是说给美国听的，因为没有美国在后面撑腰，他们要想搞什么台独分裂活动，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是在自己找死。现在美国军方的一些表态，其实已经明白地告诉了台湾地区当局，美军不想介入，不敢介入，不能介入，因为一旦介入，后果会非常严重。在此情况下，台湾地区当局不得不转向，改为向澳大利亚喊话了。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已经认识到用武力干涉台海是不可为的，是吧？因此到目前为止，他们都不敢给台湾当局一个安全承诺。但是澳大利亚情况不一样，前一段时间他们一再的强调美军可能会介入台海问题，而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盟友，也可能会随之参与介入行动。最近澳大利亚要买美国的核潜艇，如果不是为了对抗中国，花这么多钱买这几艘核潜艇，根本就找不到理由。吴钊燮这次向澳大利亚喊话，
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在大陆眼中就是未来的战犯。但是对澳大利亚来说呢，现在最难的就是在访华立场急先锋的地位上似乎下不来了。吴钊燮的这一把火又把莫里森放到火上烤了。中国还没有看到澳大利亚改善对华关系的行动，反而听到了更多的澳军要干涉台海的信号，或者是以台湾进行情报交换的信号。这些呢，最终都会记在澳大利亚的账上。如果莫里森想不通，那就先从澳大利亚国内的舆论氛围和对台态度上改起，否则还是中国杀鸡儆猴里的那只鸡，未来别想有好日子过。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